中国有句古话，乱世有重点，趁客下猛药。聊聊聊。2024年4月11号，西安市高新区一楼盘，头天刚完成不动产登记，第二天业主集体抛售，2小时挂牌超过200套。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楼盘，地属西安市高新软件园，品牌开发商加持，区域内5所小学、2座医院。20年8月开盘，均价17600多，市场预期一度超过3万每平米，妥妥的买到就是赚到。可是如此优质的楼盘，业主为何集体抛售呢？原来该楼盘从开盘那一天起就颇具网红属性。2019年8月，澎湃新闻报道，苏宁云珠意向登记造假，开发商发布的意向登记名单，公示为756人，比西安市公证处公示的人数多出225人。网友怀疑多出的这200多人就是传说中的房托，而购房群里的聊天记录也侧面证明了这一点。根据网友爆出的截图，营销人员在群聊中说，意向登记可以返500元红包，如果没有验证资质证明，还可以 PS 一个假的。当然，新闻归新闻，现实归现实。苏宁之夜的回应也很奇葩，一口咬定说意向登记返500是代理商内部激励活动，具体是哪个代理商，咱还不清楚。哎呦，这可新鲜了！你看，你稿件结尾还特意标注楼盘公众号、开盘时间以及楼盘具体位置，狠狠宣传了一把。20年该楼盘全部售罄，按说业主顺利拿到贷款，还至月供，等着收房就行吧。可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楼盘在21年突然停工了。根据业主反映，21年上半年开始，楼盘1期一直处于停工状态，只有2期有零星工人施工。业主多次询问开发商何时开工，均未得到明确答复。根据开发商发布的工程进度，20年9月到21年3月这半年，1号楼抹灰从20层抹到28层，2号楼抹灰从23层抹到28层。如此龟速的进度，正应了官方的宣传语：每一方泥土的浇筑，每一栋高楼的封顶，都蕴含着丝丝匠心。经过长达1年的烂尾沟通，原定于22年6月30日交房的楼盘，在22年6月被纳入保交楼范围。又1年后的23年3月，所有楼栋全部交付，直到24年4月11日，1928户终于完成不动产登记。从头捋一遍买房过程，再看2小时挂牌200套，就显得合理多了。我要是业主，我也会走出这一步。19年9月登记交首付，23年3月拿钥匙，24年4月拿房本，掰手指头一算，将近5年时间。这5年经历了烂尾、沟通、看工地，心态像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从5年前就开始还贷款了。5年，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吗？像西安这样集体抛售的案例，其实还有很多，百度随便一搜一大把。23年5月，杭州市玉滨府交付1个月，每6户就有1户要卖房。23年3月，广州市科汇花园118位业主集体割肉离场。23年4月，南京市二手房集体出逃，7天上新4564套房源。抛开其他因素不谈，单就业主来说，如此大面积的抛售导致市场供应量骤增，降价脱手是唯一的选择。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就是所谓抱团护盘，以此抵御低价抛售。可这又能怎么样呢？好比一个孩子委屈哭了，大人怒喝道：“别哭了！”请问，就算孩子止住眼泪，他就不委屈了吗？买房多不容易，卖房就多不甘心。既然这么坎坷，业主为何迫不及待挂牌呢？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债务。之前我用了2期节目讨论负债，聊到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，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泡沫。中国楼市泡沫喊了10多年，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可是泡沫究竟是什么，却鲜少有人谈到。简单来说，当一个市场中大量资本涌向同一个产业，泡沫开始形成，接着资本堆积，产能过剩，形成产业内恶性竞争，最终投资者资金亏损，泡沫破灭。复杂一点的形容，泡沫的形成和破灭是一种资产再分配。问题来了，泡沫破灭，资产蒸发，怎么就成了再分配呢？这个确实不太好理解，但我一提劫贫济富，是不是就通顺多了？泡沫形成到破灭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，就像吃饭排便一样，有因有果，无法改变。事实上，自从人类发明出金融业，就一直生活在泡沫之中。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如何在泡沫中生存下来。17世纪初，荷兰战胜西班牙完成独立，又从西班牙手中夺得香料生意，成为红极一时的海上帝国。阿姆斯特丹的富人们开始享受生活，迷上一种来自天山山脉的植物——郁金香。迷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会给每款郁金香球根起名儿，
什么总督、大元帅都是响当当的品种。有一款感染病毒的球根，因为能开出带条纹的花瓣，还被取名叫永远的皇帝。到了17世纪30年代，很多投机分子嗅到商机，不再欣赏郁金香的妖娆，转而投资郁金香的利好。这些人控制市场，抬高价格，将富裕芬芳传播到各大城市，从中获取巨额利润。最初1000块荷兰盾一颗的球根，此时需要按克计算，高级点的一颗甚至能换一座宅子。您这事儿能不能告诉我？可以啊，我想挣这钱。喝茅台的不见得买茅台，买茅台的肯定喝不起茅台。普通市民一看，一颗破花球卖出的钱顶我打铁一整年，那我还打什么铁？弄几颗郁金香到手，不就财富自由了吗？实话实说，我要发财，您交给我。就这样，普通人在巨大的诱惑面前，又是赊账又是举债，打算迎上郁金香这波风口。可事与愿违的是，最初那波富人不干了，心说你看现在这世道，臭打铁的都在买滨江华府和兰亭公馆，我手里这些个货，怎么看怎么掉价。如此这般，富人带头退出疯狂的花市，导致郁金香价格暴跌，市场上只留下一大堆手捧球根、负债累累的铁匠和农民。这场世界上最早的泡沫经济事件，史称郁金香狂热，同英国南海及法国密西西比公司并称为近代欧洲3大泡沫事件。我们从该事件中不难发现，普通人负债入场的时候，这个游戏已经接近尾声了。所谓击鼓传花就是这样，人们心头的狂热，就像郁金香的繁殖方式一样，不要种子，直接复制。到了近现代，泡沫经济的例子就更多了。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，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等等。有一派乐观的人说，当大量资本涌入一个行业时，会加快该行业的发展，以此证明泡沫能推动社会进步。比如互联网泡沫经济给人类留下了海底光缆以及谷歌、PayPal 这些大公司。这种论调怎么说呢？首先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，因为再大的灾难过后，总还有生命活下来，你不能因为有人活下来，反推说灾难手下留情了。就好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导致60万人遭遇核辐射，93000人因此伤亡。但乐观派非得说，你看往后这40年里，切尔诺贝利的生态环境它变好了呀，动植物休养生息，成了一片真正的净土。其次，从泡沫经济里寻找积极意义，和我们常听的必经之路、艰难探索是一个路数，忽略了经济停滞和家破人亡。那倒是，你我狂欢过后杯盘狼藉，人家喧嚣之后宁静致远，用得着我们了就喊着聚沙成塔，用不着我们了，我们还是灰烬。可是当灰烬遇上泡沫，没有其他，唯有破灭。头2条刷短视频，看到一个中学老师在学生上自习的时候，给黑板投影上放出一张家长会照片，所有家长和学生一样，端坐在课桌前，凝重地盯着摄像头，好像个个都在说：“儿啊，你可得争气啊！”网友纷纷评论说：“老师这招真高，学生上自习再也不会走神捣蛋了。”中国有句古话，乱世有重点，趁课下猛药。在这个跑祖坟都能笑出声的时代，中学老师放照片这手法可以说非常对症，比饮鸩止渴还狠，堪比直接吃朱砂。学生上自习一看父母脸庞，腰不酸了，眼不花了，肚子也不疼了，一口气能解50道函数题。某种程度上讲，这个老师和老中医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。我耗不准你的脉，但肯定耗得准你的麻筋儿。在中国，父母和孩子互为对方麻筋儿。老师经常做的事情，除了传授考试重点以外，其余力气都花在胁迫上。胁孩子以令父母比较常见，这次放照片属于反向胁迫，胁父母以令孩子。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，用父母慈爱唤醒孩子上进心，听上去是个父慈子孝的剧本，非常具有感染力。其实这个剧本还有一条暗线，就是父母慈爱引发孩子内心愧疚，老师以愧疚感来代替教学引导，说轻了叫失职，说重了叫诛心。很多孩子在长期愧疚中，难免患上心理疾病。关于学生群体抑郁症的问题，我们回头有时间再聊。中国大部分父母从生完孩子那一刻起就放弃了自己的人生，此后一切奋斗和疾苦都围绕孩子展开，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，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等等。老师耗得准的脉，其他人肯定也耗得准，于是就有了学区房这东西。学区房是什么？在很多人理解中，意味着买房子，顺便能读好学校。凡事都要多功能没错，可是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如果具有2份功能，势必要付2份价钱。学区房真正的含义是房子加学票，好比一个地区普通两室一套300万，而带学区的就要贵一点，一套400万。那么你买一套学区房，其实就是300万的房子加上100万的学票。学票有多贵？跟非学区同级房子一比，再把房价拆分出来，立刻就能得到答案。现实情况可能更复杂一点，因为开发商肯定比我们聪明，每个楼盘都会标注配套学校。有点名气的开发商，开盘之前先找几个名校分校，方便策划师写广告。
当然，也有那种玩脱了的，楼盖好了，一看学校还没动工，一问才知道该学区教育资源饱和了。这时候的学区房，凤凰落难不如鸡，随时都有价格归零的风险。如果一套房子既能舒适居住，又能读个好学校，怎么听都是个好事情。但是学区房的学票溢价才是真正应该关心的，究竟是100万还是20万？如果溢价过高，会不会存在巨大风险？还有学区房的学票寿命是多长？10年还是20年？能不能儿子读完孙子读，也是一个大问题。显然，这2个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回答。首先，学票的真正价值一般被定为房价的80%，差不多要翻1倍了。更滑稽的是，每一个楼盘都会告诉你，他们拥有名校、医院和商业。今天看是一片荒地，5年以后绝对是核心，是纽约的曼哈顿，是上海的徐家汇，是香港的铜锣湾。其次，学区房并不是一个家庭的长期需求，很难做到功能、趋势和风险的平衡。换句话说，10年在中国是非常长的时间段，大部分人3年一起一落一轮回，能一个状态保持10年的人，已经算是万里挑一的人家了。可是人家不需要考虑学区房的问题。之所以讲学区房的例子，是因为很多人买房的时候最先考虑学区，打算出售避险的时候最难以割舍的也是学区。但别忘了，城市化进程比例、历年新生儿数量以及老龄化和房屋拥有率，这些数据都指向同一个事实：学区房才是最危险的资产。人们对于学票的执念，有点像驴子对萝卜的追赶，驴还没累死，萝卜先烂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对于只管跑但不思考的驴子来说，换个新萝卜，它照样跑，这叫以旧换新。老话讲36计走为上，与其说如何保护财富，不如说如何躲避风险。通过学区房的例子分析，泡沫来自溢价过高的学票，推及到其他生活需求，医院、商超、地铁等等，每一项都是吹起泡沫的肥皂。而这些多姿多彩的泡沫，就像感染病毒的郁金香一样，虽然能长出条纹花瓣，但条纹价格远高于植物价格。于是有一天，人们会发现，原来我买的不是房子，而是高价购买了一整套生活。作为一个讲究团结的国度，我们常常同仇敌忾，抵制日货，也常常因为一句外地人而同室操戈。可是，在负债这件事情上，真正做到了上下一心。所以，化债去杠杆不仅是宏观目标，也是每个家庭的当务之急。不如我们借用宏观经济的经验，给家庭风险一点启示。第一种化解方式，做大财富分母，让经济增速高于债务增速。这种方式通常指的是科技突然进步，提高生产效率，创造就业机会。比如人们现在每天取快递，像吃饭喝水一样司空见惯，其实就是泡沫经济的遗产。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中 ，Amazon 和 eBay 活了下来，将美国率先带入互联网销售时代。阿里巴巴有样学样，在中国成就了淘宝、天猫。再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中美2国率先复苏，一部分原因是抓住了移动互联网这波创新，3G、4G、5G 轮番更新，移动支付遍布大街小巷。而目前这场危机面前，创新主要在电动车上，造汽车跟下饺子一样，几乎每个月都有新车推出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大财富分母。第二种是大力向外扩张，消化剩余产能。工业革命时期，日不落帝国为了获取贸易机会，用坚船利炮打开大清国门。大萧条时期，日本、德国暴兵向外扩张，可惜最终导致灾难。当然，尼克松推翻金本位这样的示范，也是一个目前看得过眼的方法。不过这需要勇气和运气。家庭和个人怎么做大分母呢？有人说我一普通人，横不能辞职去造电动车吧？先别急，我们分析一下科技创新这个方式，重点不在于创新，而在于跑赢其他经济体。互联网时代，美国跑赢全世界；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中国跑赢全世界。所以，个人要想做大分母，就一个字儿，要快。比如出行房产集体抛售，你又不想降价，那就得想想能不能配上家具，再不行配上家电，同等价位带家具家电肯定更有吸引力。掌柜的，别让了，再让就赔了。要是没打算卖，那就踏踏实实住，把重点转向增加收入，因为焦虑跑不赢债务增长。向外扩张的借鉴意义在于向外寻求机会和帮助，而不是什么捞偏门。比如我有一个朋友，19年220万买房，还到去年实在还不动了，于是向家人求助，提前还款，再做低息贷款，最后把月供降到3000出头，到了可控范围以内。注意，在宏观经济层面有软着陆和硬着陆一说，软着陆是比较好的事情，通常是用时间换空间，以经济增速下降为代价。在个人和家庭层面，没有什么软着陆的可能，因为无论选择哪种方式，最终都要承受损失。如果不理解，我翻译翻译，只有个人的脸着地，才能换来宏观的软着陆。I told myself a lie. 如果泡沫能推动创新，形成新一轮的经济增长，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，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正如前面批评乐观派的逻辑，创新并不是泡沫的功劳，而是幸存者偏差。大多数泡沫破灭，能做的只有打扫战场。
日本泡沫破裂，跌了50%；亚洲金融危机，香港跌了70%。08年美国次贷危机，失业数和法拍房骤增，让整个社会消失了120万个家庭。当然，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做法是极限拉高债务，我们曾经也做过，目前正在承担后果，也还在做。比如我另一个朋友，房贷还不动的时候喜得贵子，于是打算搏一把，把房子做了个2底，拿去开淄博烧烤，结果还没入冬就凉透了。今年我再去的时候，招牌改成了天水麻辣烫。那天破例陪他喝了一杯，跟我说债务已经翻番，房子卖了也还不上。长期以来，市场上也存在一波防吹，从每次拉升债务中寻找规律，以此证明他对未来的乐观判断。这不错呀。他们核心的观点是说，很多父母一生辛劳，到头来两手空空。年轻人千万不要学父母，只会储蓄，不会投资。相反，年轻人还要学会选择大于努力，选择对了，2、3年能赚父母一辈子的钱。这是知识，这是吹吗？他们甚至极端地认为，中产人群的大量产生就是因为勇于负债。说白了，就是押上身家去赌一把，把所有钱和信用都拿出来变成负债资产，兜里存1毛钱都算胆小。我心说，这不就是赌博吗？买定离手，赌前程，也赌生死。那么贵呀，咱不带这么做买卖的行吗？这些人大部分是聪明人，可是他们忽略了现实。现在的中国社会本就是一套房子牵扯一家人的命运，大家都在牌桌上，再下注没有了呀。那有什么意思？退一万步讲，天下这么大，都讲究个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房子怎么可能一直涨下去？可是这些人不管，不接受任何数据和道理，跟个文盲一样，成天鬼迷心窍。我一定离他远远的，我告诉你们。比起房地产泡沫，这些防吹的威力更大。他们口口声声带你走向中产，却成了名副其实的中产联合收割机。在他们日复一日的吹捧之下，世道大反转开始了，阶级消灭也开始了。具体怎么开始的呢？首先，中产消失，农民工将不再进城，城市化进程放慢脚步。其次，房子贬值，很多人会变穷，很多家庭将会陨落。最后，房地产关乎60多个行业，直接影响 GDP 增长。这么分析下来，说一句防吹误国也不过分。哎，好嘛。其实防吹之所以大行其道，原因是每个人都跟房子有关系，都只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。房奴见不得别人说下跌，房多见不得别人说通缩。还是那句话，形势比人强，激流勇退还是全部梭哈？那些集体抛售的业主已经给出明确答案。我再说直白一点，在变化莫测的市场面前，持有机会比什么都重要，而我们的机会只有我们自己。你跌或者不跌，跌就在那里，不偏不倚。你烂或者不烂，烂就在那里，不言不语。你住或者不住，家就在那里，不悲不喜。你卖或者不卖，梦就在钢筋水泥里，不仁不义。